第1068章洛神剑。洛神剑坐落在丹域偏北之所，那里的地形极为的复杂，整片大地犹如被劈天大斧劈出了无数道裂缝般，每一道裂缝都是有着将近1000丈之长，而且这些山涧之中更是深不可测，其中毒雾弥漫，无数剧毒之物出没，环境极为的恶劣，说起来也算是丹域的一处险地。这洛神剑一般情况，除了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，很少有人会来此处。然而最近突然爆发的恶难毒女之事，却是令得这原本偏僻荒凉的洛神剑迅速变得热闹了起来。对于恶难毒体，中州之上的人几乎皆是有着颇深的记忆，在以前的那些岁月，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拥有恶难毒体的人，但这些人最后皆是毫无例外的在中州之上掀起了一片灾难。毒体过处，生机不存，万物尽寂。短短几句便是道出了那恶难毒体在爆发时是何等的恐怖。或许造成的那种灾难并非是恶难毒体拥有者的本意，但毒体在爆发时却是会反噬其主，反客为主后成为一具移动的毒物释放器。面对着这种剧毒，即便是斗宗强者，若是吸入体内过多，那下场也是极为的凄惨。当年每一次恶难毒体爆发，都将会令得中州损失大批的斗宗强者，如此反复几次，也是令得恶难毒体的凶名在中州越加的深入人心。而也正是因为中州对这恶难毒体的忌惮乃至恐惧，这一次当再次听见出现恶难毒体后，许多势力都是纷纷出动，想要将在这恶难毒体尚未彻底爆发前将其毁灭。而这些势力之中，又是以冰河谷为最，虽然不少人都知道他们是想得到恶难毒体，但却因为其实力之强横，因此并没有什么人阻拦。而且在小医仙击杀了不少冰河谷的人之后，也是令得双方恩怨激化。这冰河谷对外所说是定要将之擒杀，但若真是落到他们手中，他们会采取何种措施，外人怕便是难以知道了。不过不管怎样，这平静许久的丹域也是因为这次的恶难毒体而骚动了起来，如今更是无数人涌向洛神剑，想要将躲藏在其中的恶难毒女搜寻而出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被冰河谷开出的天价悬赏所吸引，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抱着想要将恶难毒体毁灭的念头。但不论这些人抱着何等心思，如今的洛神剑无疑已经成为了丹域极为热闹的一块场所。洛神剑距邺城并非极远，以萧炎的速度，即便是带着星兰，也是仅仅花费了1天左右的时间，便是抵达了那片热闹的地带。萧炎与星兰在一座高耸山峰之上徐徐落下，目光远眺，面前是一片望不见尽头的辽阔的乱石平原，平原之上布满着无数漆黑裂缝，这些裂缝犹如恶魔狰狞大嘴般从地底浮现，然后延伸至遥远处，那种幽幽的黑色令得人有些心寒。平原上布满着一些极其庞大的乱石，这些巨石有的看起来就如同一座石山般，通体散发着黝黑之色，而在天空上也是今年缭绕着一些黑色雾气，这些皆是从山涧中升起的毒雾，经过常年累积，几乎是遮掩了这片辽阔平原的天空。投射到遥远处的目光缓缓收回，萧炎望向平原最前方，那里有着密密麻麻的人影，这些人影皆是在不断的成群结队对着洛神剑之内行进，想必是想要进去找寻小医仙的踪迹。这里便是洛神剑吗？果然险恶，不过以小医仙那特殊的体质，在这里倒是能够算作如鱼得水。收回目光，萧炎点了点头道。星兰也是一点头，旋即道，萧炎大哥，洛神剑的天空有着毒雾缭绕，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飞跃，而是只能从下方的洛神口进入，这里是进入洛神剑的唯一路途。不过那里有着冰河谷的强者镇守，他们随时都是关注着洛神剑中的动静。萧炎轻点下巴道，冰河谷这次派出的强者是什么实力？据我得到的消息，这次带队搜寻的是冰河谷的2名长老，冰原与冰符，上次正是他们与小医仙姐姐交手。不过我想除了他2人外，应该还有其他的强者跟随，我猜恐怕至少也有4名斗宗强者。星兰沉吟了一会道，4名斗宗吗？萧炎微微点头，看来这冰河谷并未出动斗尊阶别的超级强者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以如今小医仙的实力，这些冰河谷的长老已经足以将之擒拿。等进入到洛神剑，
你便能寻到小医仙所在之处吧。萧炎沉吟道。星兰点了点头。见状，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，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便先进入洛神剑将小医仙寻到。话音一落，他伸手揽住星兰纤细腰肢，身形一动，便是直接对着山峰之下掠去，几个闪烁间便是落在洛神剑之外。洛神剑的入口位于2块高耸入云的黑色巨石中间，这里有着一条几丈宽敞的道路，不过在此刻的这入口周围有着不少白衣身影的存在，显然应该便是冰河谷的人。走吧。落下身来，萧炎松开星兰，然后直接对着那入口行去，其后星兰急忙跟上。在入口的2块巨石上，起码有着将近100米冰河谷弟子镇守，一道道鹰般锐利的目光不断的在下方通道中的人群中扫过，在他们之首，一名白衣老者盘腿而坐，一股寒气不断的从其体内弥漫而出，令得这附近的温度都是降低了许多。这名白衣老者自始至终都是闭着眼睛，然而就在萧炎2人进入时，他方却是有所感应般的睁开眼，目光望下下方的萧炎，眼中掠过一抹诧异。虽说这一次因为恶难毒女的事被吸引来了不少人，但这些人中真正的强者并不多，毕竟对于这些强者来说，冰河谷的那种天价悬赏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，而且看冰河谷的阵仗，明显是对那恶难毒女抱着避怼之心，因此他们也并不想出手跟着冰河谷抢什么，反正又不是什么好事情。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这名白衣老者在见到萧炎后会有些诧异。这段时间中人是见得不少，但斗宗强者还是没有多少的。不过诧异归诧异，但他也并未开口询问什么，瞥了一眼后便是收回目光，一个1星斗宗而已，即便真怀有不轨之心，也翻不起什么了。冰原他们进入洛神剑也有一些时日了，不知道是否寻到了那恶难毒女。在那冰河谷众多目光中，萧炎2人毫无阻碍的便是行进洛神剑之内，在行到一处无人的偏僻之所时，方才停下脚步。怎么走？萧炎看了一眼周围，这里的毒雾还不算太浓，但也有些影响可见度，而且那无数漆黑的裂缝山涧更是令得人有种头晕的感觉，想要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找到一个人，那困难度可是相当之大的。跟我来。星兰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四周，然后从那戒中取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玉瓶，一只全身漆黑的小东西窜了出来。这东西有些类似老鼠，但背后却是有着一对薄翼，震动间发出嗡嗡的声响。这是寻毒鼠，不过已经死了，但经过小医仙姐姐特殊的炼制，它能够带我们找到它。星兰放开小黑鼠，它在半空中一阵转悠，然后便是突然对着洛神剑偏西的地域迅速飞去。快跟上它！见状，星兰连忙道，其后的萧炎迅速将之揽进怀中，身形一动，化为一道黑影，轻松地跟在了小黑鼠之后。洛神剑之内毒雾横行，不过萧炎却并未遭受到半点阻拦。对于这奇异一幕，他在略感疑惑后便是恍然，恐怕是因为体内一火的缘故吧。这种至阳至烈之物，对于这些属性阴寒的毒物总是有一些克制。一路无阻，再加上萧炎的速度，短短半个小时，2人便是逐渐深入了洛神剑之中。而此刻周围的毒雾也是越来越浓郁，但好在有着一火隔绝，萧炎与星兰也并未受其侵蚀。全速前行的身形再度持续了半晌，前方的小黑鼠突然停顿而下，而其后的萧炎也是猛然有所察觉，一把便是将之抓住，然后抱着星兰窜到一块巨石之后。出现在萧炎2人面前的是一片足有100丈庞大的山涧，山涧中毒雾缭绕，但此刻的山涧周围正有着几十道白色身影错落而立，其中一道白影更是悬浮在山涧半空，在他们对面的山涧山壁上隐隐有着一个洞口浮现。难毒女，乖乖的跟老夫回冰河谷，或许你还有活路可走。脸色微变，萧炎的目光顺着那老者的声音望向那洞口，旋即瞳孔陡然一缩，只见得在那里一道白色倩影优雅而立，灰紫双眸，透着冰冷杀意。小医仙。